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你们想看的3合1充电宝来了。这次我选择的是这款移速65瓦2万毫安时的产品给大家做测拆，也相当于是应你们的要求吧。第一次测这种多合一形态的产品，又是充电器又是充电宝，还带有一根伸缩线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个产品了啊。总的来说吧，有需求就有它存在的理由，对吧老铁们？这个产品表现会怎么样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拆视频内容的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，投币走起来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。现在移速产品的风格确实是改了啊，这个产品它的盒子跟前面的那种赛博风格的盒子完全不一样了。正面这里2万毫安的标识，移速的 logo， 产品的概念渲染图，65瓦的标识。背面的话是多国语言的一个说明，警告信息、条码信息和认证信息。咱们直接打开包装，拿出里面的充电宝。充电宝装在这个环保袋子里面，亮面加银色的，这个也是一个多国语言的说明书啊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。充电宝上半部分为镀铬的一种亮面处理，这种好看是好看啊，太容易沾指纹了。然后底部是银色的一个面板，65瓦的标识，侧面和背面都是银色，条纹处理，这个是拿在手上防滑的。这里有一个折叠插脚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根伸缩线，这一面的侧面是功能按键加2个充电口，内部的舌片都是橙色。背面规格信息，按一下功能按键，这里有一个电量标识，现在是 79% 的电，所以说这一个圆圈缺那么一点点。如果是满电的话，这个绿圈就是一个满圈 LED 的显示。整个产品的重量是489克，单充电宝的净重是427克，这个重量的话在2万毫安这个体积还算是可以的啊。充电宝的宽度72毫米，整体的高度是142毫米，整体的厚度是33毫米。我把这个线对折了一下，大约是 16.5 厘米，然后再乘以4的话，也就是66厘米左右，吸上去。这就是充电宝的一个简单的外观介绍，给大家欣赏一下它的外观吧。这个做的还是蛮精致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规格信息啊，产品名称65瓦多功能移动电源，型号是 MSP14， 电池类型聚合物锂电池，容量是2万毫安时，5000毫安乘以4，也就是说里面有4块5000毫安的电池啊。电池的能量是77瓦时，额定容量12000毫安，5伏3安的情况算出来的。我们后面5次循环的话也要测试。AC 充电器模式，输入支持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。输出规格我看了一下， Type-C 口和自带线口输出都是30瓦， A 口输出是 22.5 瓦。移动电源模式 C 口的输入输出都是65瓦，自带线口也是一样的， USB A 口则是最高30瓦。两个模式它的总输出都是5伏3安，也就是说多口使用它走的是基础功率，这个我们不用测试多口功率分配了啊。非热带地区使用，循环5年，双路绝缘，室内使用， 3C 认证，请勿扔向垃圾桶。 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是自带线口的协议，高通 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，华为 FCP 的18瓦功率，华为 SCP 这里标的是30瓦功率，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，这里则是公版的 PD 3.0 65瓦协议。点进去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 3.25 安65瓦， PBS 3至20伏 3.25 安。然后这个 DCP 则是基础功率。现在是 Type-C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，跟自带线口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包括 PD 3.0 PBS 都是一样的，这两个应该是同一路分成2个来做输出的。这是 A 口协议的情况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 A 口的协议跟刚刚测的 C 口和自带线口是一样的啊，除了没有 PD。如果是走220伏交流模式的话，它这个功率就直接减半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是走的交流模式，跟我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啊。PD 协议直接变成了30瓦。这个内部的工作原理的话，我们后续拆解的时候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。刚刚的协议检测我们没有测出 UFCS 融合快充，但是它有 PBS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兼容性怎么样啊。首先是华为手机的兼容性，我们以这个荣耀60来测试，可以显示超级快充，
真实功率跑到20瓦左右。然后这是 Type C 口，一样的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。A 口也是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小米手机的兼容性。首先是自带线口，没有快充图标，功率的话大家自己看吧。然后是 Type C 口，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再来看 USB A 口，这个可以显示快速充电，走的是高通 QC 的9伏，功率10瓦。这部手机是荣耀300，我们看它能不能启动 PPS。启动的是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在18、9瓦、20瓦的样子啊。这个是走的华为公开的22.5瓦的协议。Type C 口也是一样的18、9瓦的功率。A 口的话我们就不用试了，肯定也是走的 SCP 的22.5瓦的协议。然后这部是绿厂的手机，它是24年下半年以后出的，可以支持 PPS， 也可以支持融合快充。首先是自带线口，直接启动 PPS 快充啊。现在真实功率已经跑到26、7瓦的样子。Type C 口一样的启动的 PPS 快充，真实功率也跑到26、7瓦的样子。A 口的话功率就低了啊。A 口走的是5伏2安10瓦的功率。这部手机是蓝厂的手机，支持融合快充，也支持 PPS。首先我们看自带线口 ，vivo 的闪充标识已开启，这是启动的 PPS 快充啊，真实功率在25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Type C 口，同样的 vivo 闪充标识出来了，然后这里功率也是在25瓦左右。A 口的话我们就不用试了，它没有 PD， 也没有融合快充。三星手机的话，我们看能不能启动这个快充 2.0。首先是自带线口，超快充电 2.0， 功率在28瓦左右啊，这个功率还可以。然后 Type C 口同样是超快充电 2.0， 功率的话跟自带线口是差不多的。USB A 口显示正在快速充电，功率的话大概在15瓦左右。经过前面兼容性测试，这个充电宝目前还有 49% 的电量，我们全部把它放完，进入咱们的5次充放电环节来测试它的能量转换效率。5次充电我们全部用这一个移速的放式充，用这个100瓦的充电口来给它充啊。这个3合1充电宝第一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80.72瓦时，充电时间花了3个小时09分钟。我们第二次再看一下具体的充电时间是多少。这一次放电的话是全程用的65瓦最高的功率进行放的电，一共放出62.58瓦时的能量，放电时间花了57分钟。这个57分钟一共停了4次才把电放完。放电的过程我也采集了一下温度，第一次是大概20多分钟，放了40%的电量出来，然后就停了啊。这个时候它表面的温度是 51.6 度，核心的温度大概是 58.3 度，应该充电宝的过温保护阈值是设定在60度左右的。这个3合1充电宝第二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77.12 瓦时，充电时间2小时08分钟，这一次要快一点。这一次放电的话，我们是用的45瓦的功率来进行放的电，一共放出能量是 66.04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27分钟。放了 80% 的电量的时候，过温保护停了，然后我们等它冷了以后再继续把它放完。这个充电宝第3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79.68 瓦时，充电时间2小时55分钟。第3次放电是用的36瓦的功率，全程放的电，一共放出能量是 66.87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53分钟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充电器的原因啊，充到20分钟的时候就降为30瓦的功率再充电了。我们第4次、第5次充电就改用这个苹果的140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电。这个充电宝第4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跟前面的效果是一样的。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80.39 瓦时，充电时间2小时40分钟。这一次放电是全程用的27瓦的功率一次性放完的，一共放出能量是 68.91 瓦时，放电时间2小时31分钟。最后一次也就是第5次充放电已经完了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80.35 瓦时，充电时间2小时40分钟，跟前面一次是一样的。这一次放电的话就是5伏3安15瓦的功率长时间放电的，一共放出 62.73 瓦时的能量，放电时间花了4小时18分钟，放出的容量值是13002毫安，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12000毫安，5伏3安，我们放出的能量是13000毫安，多了足足1000毫安了啊，证明这个容量还是非常够的。这个充电宝经过5次实际的充和放，它的5次实测的转换效率为 82.4%， 这个转换效率很不错了啊。官方额定的能量值是77瓦时，我们按照这个值来换算，得出它的官方额定的转换效率为 84.8%， 也就是 85% 的转换效率啊，很不错的一个转换效率。
这个移速3合165瓦的充电宝，我再一次把电充满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自充曲线，完整的充电时间是大概是用了2个小时25分钟，前面有24分钟左右65瓦功率，后面基本上都是31.2瓦的功率啊，充到90%，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我们前面5次充放电的时候没有监测到它充电时表面的温度，我们这一次就监测到了。这一次热像仪采到它表面的温度最高的时候是48摄氏度，这个温度的话还是中规中矩的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它有概率是启动不了65瓦的自充的啊。如果充电它启动了65瓦，就是2个半小时左右可以充满；如果没有启动65瓦，就是3个小时左右可以充满，反正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差距。这个满电的情况，我准备了3部手机，这3部手机都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来给它进行实际的放电测试。这一部绿厂的5000毫安电池的手机已经充满了，是0到100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前面48分钟25瓦到29瓦的功率，但是这个充电曲线在28分钟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波动的情况啊。48分钟充到了90%，还算是可以的吧。后面的话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在充电。充满这一部手机还有64%的电量，我们再来充这个蓝厂的手机。这一部蓝厂的 S18，这个电也已经充满了啊，都是0到100充满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2分钟左右充开机，然后后面就是22到25瓦的功率之间一直在充电，充到90%，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整个充电时间是1小时04分钟。充满这一部 vivo 还剩29%的电量，还有一个苹果手机在等着充电啊。我们继续，这个苹果14电已经充到83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这个曲线图画得非常的标准，4个功率阶段，20分钟的20瓦左右的功率，7分钟的15、6瓦的功率，6分钟的11瓦左右的功率，4分钟左右的6瓦左右的功率，然后充到80%，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啊。这就是苹果的一个标准的充电曲线。这个苹果手机充到80%，还剩8个电。这一个充电宝满电的情况，充满2部安卓手机，2部手机的总容量1万毫安，再把一个苹果14从0充到80，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，还有8%的电量。这个放电的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宝最关键的数据，它的交流文波控制的情况。这个数据也是老铁们你们最在意的啊。还有一些新粉还不知道我们是用的什么设备来测试的，功率计测试文波，大家也就看看而已。给大家看一下我测试文波的工具吧，就是这个普原的 DHO802。咱们平时测试文波都是用的示波器连接的电脑，然后在电脑上实时截屏下来的。我们现在对这个充电宝自带线口的文波来进行一个测试。5伏3安1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0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40.9 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7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37.8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6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4 毫伏左右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2.5 毫伏，平均文波70毫伏左右。20伏 3.25 安6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2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73.8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宝的 Type-C 口文波。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1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68.4 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79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60.3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4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38.7 毫伏左右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35毫伏，平均文波 121.7 毫伏左右。20伏 3.25 安最大功率65瓦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77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170.3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USB-A 口的文波的情况。5伏3安1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3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58.2 毫伏左右。9伏2安18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4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50.1 毫伏左右。12伏 1.5 安也是18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8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34.4 毫伏左右。各位铁子们，这个充电宝的文波表现大家满意吗？我把所有的数据都测试出来了。这个移速3合1 65瓦充电宝测试部分的内容咱们全部都做完了。至于这个220伏部分，我相信没有人把这个大块头当个充电头来用吧，而且还会功率减半，所以这个文波咱们就不测了。这个充电宝从兼容性来看，它适合蓝绿厂用户、苹果全家桶用户、
闭眼入啊。荣耀和华为用户，如果你不介意它的 22.5 瓦协议，当然也是可以入手的，毕竟84左右的高能量转换效率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交流文波测试也是合格的水平，3合1主打的就是多形态、超便携，而且容量也没有虚标，甚至我测出来的容量比标称还多了1000毫安时啊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真实的数据全部呈现给大家，后续咱们还会对它做彻底的拆解，让大家看明白这个新式的多形态的充电宝它内部的构造究竟怎么样，电路究竟怎么样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来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